程毅为什么不会营业？从神经科学看，那种脸红根本装不出来。装不出来。我先说一句我自己一直觉得特别对的话，人可以训练自己的表情，训练自己的语气，甚至训练眼泪，但有一样东西谁都控制不了，那就是自己脸上的血管。你想想看，这句话其实挺狠的。它等于说，人身上有一部分诚实是你想藏都藏不住的。今天这期呢，我不聊八卦，也不扒任何私事，咱们就聊一个我最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的现象，程毅那种面对别人突如其来的好意时，会脸红，会揉眼睛，会下意识拿手挡一下的反应。昨天吃饭的时候刷到相关的讨论，我筷子都停了一下。因为我发现大家其实一直在用一个词概括它，但那个词说白了根本没说到点子上。那么咱们一层一层剥开看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外界给程毅贴的标签，很多人应该都听过，不太会营业。我先中性的描述一下这个印象啊，就是说很多明星在镜头前那套互动是很熟练的，观众一喊立刻回应，被夸了马上顺着接话，笑容、手势、眼神全都到位，行云流水。这是一种能力，我不否认。但程毅呢，他遇到这种时刻，反应经常是卡壳的，耳根鲜红，然后手就不知道往哪放，要么揉一下眼睛，要么半遮着脸笑，有时候还会愣个1-2秒。于是就有一种声音说，你看，这人不太会来事儿，不够专业。好，这一层就是大部分人看到的。我先把它原样摆在这儿，注意啊，这只是别人看到的，不是结论。因为接下来这一层会把这个印象整个翻过来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咱们往下挖。第二层，科学没告诉你的。重点来了。为什么我说不会营业这4个字没说到点子上？因为脸红这件事，它压根不归你的意识管。我尽量说的通俗一点哈。人有一套叫自主神经系统的东西，它管的是那些你不用动脑子，身体自己就干了的事，比如心跳，比如出汗，也包括脸和耳朵上血管的收缩和扩张。关键就在这儿，这套系统是自主运行的，你没法用我现在想脸红这种念头去指挥它。换句话说，脸红、耳根红是身体在你反应过来之前就先替你诚实了一把。这个我得强调一下，涉及科学的部分我尽量准确，但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具体机制大家可以自己查证。不过大方向是站得住的，面部潮红这种反应恰恰是公认的最难伪造的生理信号之一。以前也有过关于微表情能不能测谎的讨论，具体哪年火起来的我一时记不准，反正核心观点是表情肌你能练，但自主神经反应练不了。演员再厉害，可以演哭、演笑、演愤怒，但要演出真实的脸红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那是装不出来的。再说揉眼睛、遮脸这个动作，心理学里有个说法叫自我安抚动作，英文叫 self-soothing gesture， 意思是当一个人接收到超出自己心理预期的刺激，注意，好的刺激也算，比如突然被一大波善意包围，大脑一时处理不过来，就会本能的做一些小动作来给自己降温，揉眼睛、摸鼻子、拿手挡一下，都是这一类。所以你看，程毅那些被说成笨拙的反应，从科学角度看，翻译成人话就是他的身体在诚实的告诉你，他是真的被打动了，而且是真的没想到。这种东西恰恰是装不出来的。说回这个事，第一层里那个不会营业的印象，到这儿已经开始站不住了。第三层，真正的问题。好，那下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，既然这只是生理反应，那我们作为观众为什么会被打动？为什么一个人的笨拙反而让人心里一软？这里我得先处理一个容易被带偏的说法。有人会讲，不会营业不就等于不够专业，情商不够高吗？这话说的，其实挺重的，我换个说法哈。与其说是专业与否的问题，不如说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东西，被硬塞进了同一个标准里。营业是一种技能，没错，但真诚不是技能，真诚是一种状态。
你用衡量技能的尺子去量一个状态，本身就量错了。行，回到我们为什么被打动，这里面有个很底层的机制，人的大脑对真实信号是有本能信任的。因为在漫长的进化里，能准确识别对方是不是真心，是关乎生存的能力。所以当我们的潜意识捕捉到一个装不出来的信号，比如那一瞬间的脸红，我们会不自觉地放下防备。你别说，这就解释了一个特别反直觉的现象，越是精修的、剧本痕迹重的互动，现在的观众反而越无感，而那些没准备好的、有点手足无措的瞬间，反而更容易破防。老粉应该记得，程毅这个人一直以来把重心放在哪儿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，他不太在互动的技巧上下功夫，反而是在角色上死磕。这两件事，你把它连起来看，就会发现是一致的。一个把注意力都放在把戏演好上的人，他自然没那么多余力去经营怎么在镜头前显得大方，而这种不经营，恰恰泄露了他是什么样的人。第四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铺垫到这儿，我想说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判断。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我想过这个事儿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真实感到底值多少钱？咱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？信息太多，精修的东西太多，剧本化的完美互动多到观众已经免疫了。这在传播学上有点像一个祛魅的过程，大家慢慢看穿了那套流程，也就慢慢不感冒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所有人都学会了营业，当完美变成了标配，什么才是稀缺的？答案恰恰反过来，是那些装不出来的、不完美的、有人味儿的瞬间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程毅那种不会营业，我个人的判断是，这只是个人推测啊，它不是一张短板，它更像一只长期价值股。短期看，它可能不如那些熟练的互动来得抓眼球，但拉长时间线，这种真实感建立起来的信任，火候刚刚好，是很难被替代的。观众会记住的，往往不是谁最会说场面话，而是谁在那一刻是真的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会有偏爱，这个我承认。但客观来说，这一层判断，我觉得是站得住的。他不依赖我喜欢他，他依赖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整个行业层面的趋势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趋势不是某一个人能造出来的，程毅只是恰好站在了这个趋势对的一边。说到最后，我想回到开头那句话，人能控制表情，控制不了血管。今天绕了一大圈，我越发觉得这句话说的其实不只是生理，他说的是一个人身上总有一部分东西是藏不住也装不出来的，而观众的眼睛比我们想的要亮得多。所以下次你要是再看到有人说某某某不太会营业，你可以想想今天这期，有时候那个不太会营业的人，恰恰是那个不用营业的人。懂的人会懂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